现在见到姚家的帖子，不免有些心动。他很想见见姚家人是个什么样子，万一小丫头想要回姚家，自己也能先替她把关。你去给这些人家回帖，明天在家里恭候他们。是大爷。万管家见自家大爷同意见那些人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他们封家在府城根基并不稳，不好一下子得罪那么多人，现在等着看自家笑话的人可不少呢。另外，你安排一下，冯先生明天要离开，让人护送他，最好是绕开冯家那些眼线。是大爷，老奴这就让人去准备。小草，你快开门，有事跟小叔说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小草，小草，你好歹出个声啊，别这样吓人好不好？无论丰盛怎么拍打房门，屋里始终没有一点动静。来顺，去找大哥，石头、大河踹门。几人3两下就把房门给踹开了，只不过房间里并没有人，就连内室也空荡荡的，根本就没有兰草的影子。小草，姑娘，这爷呀，我们刚刚可是眼看着姑娘进去的，人呢？快找！姑娘，你别吓我呀！屋里屋外所有人一下子就乱成了一团，一个个自责的不行，香梨更是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怎么回事？小丫头怎么了？大哥，小草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不是说把自己关在屋里没动静吗？怎么就不见了呢？丰年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没站稳。是啊，我们把门踹开，发现里面并没有小草的影子，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被坏人带走了。其他人在院子里的其他房间找找，石头上屋顶看看，树上也不要放过。那丫头喜欢在高处睡觉，没准是躲在哪里睡着了。还有其他院子也都看看。是大爷。是。床铺上也没有一丝褶皱，没有一丝动过的痕迹，房间里的窗户全都关得好好的。直到这时，丰年才真的相信兰草是真的不见了，他的脑门上一下子就出了许多汗。这丫头刚刚才确定了自己的身世，下一刻人就不见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家姑娘回来说什么了？姑娘说她要睡觉，让奴婢在外面守着。他这会儿说话都有些不利索，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。等找到人了，去找万管家领罚，以后守好主子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是大爷，奴婢记下了，以后一定守好主子。这下子丰年是彻底急了，他怕有人趁自己不注意把那小丫头给掳走。快去府外找，快！他不敢想象那丫头被掳走之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，那些人打他了怎么办？越想他的脸色越难看。这时冯先生也听说了兰草不见了，便急急忙忙和问竹、问川一起过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那丫头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先生，怎么把你也惊动了？我家姑娘跟大爷一起从外面回来之后就回自己房间了，可是现在房间里没人，我们把院子都找遍了，还是没见到人呢。冯先生皱着眉在院子里四处打量，让冯先生意外的是，整个家里都乱了。往日让人最头疼的2只羊，却异常淡定地趴在兰草后院的干草堆上休息，一点都没将忙碌的下人放在眼里。在香梨问到2只羊见过兰草没有，回应他的只有2个大大的白眼。冯家院外不远处的屋顶上，一个清冷的女子先是疑惑地看着进进出出的冯家下人，然后又见冯家2兄弟惊慌失措地四处寻找，不禁摇摇头。这冯家2兄弟还算厚道，对小丫头也是真不错，这紧张劲儿可骗不了人，这样主上也该放心了。他来到府城已经3天时间了，不过一直没有出现在兰草面前。他可是听从主上的建议，多在冯家外面观察一阵子，如果这冯家兄弟2个不是好的，直接把人带走就行了。没想到这3天时间还真的见到了不少事情。目前来说，冯家兄弟2个还算可以，那就明天露面吧。不管外面的鸡飞狗跳，此时的兰草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。他将自己关在空间里，把之前学过的各式武艺全都耍了一遍又一遍，又爬到院子里最大的一棵树上。他手里拿着半个柴刀，反复摩挲。这是他离开兰家时带的最有用的2样东西之一，另一个就是背篓。那个背篓最后被他送给小猴子们装果子用了。看着手里的柴刀，兰草忍不住眼眶又开始发红。为自己在兰家那饱受苦难的过往，为自己被人偷换的人生，不受一家子待见，每天都要挨打。就这样，兰草靠在树上，不知不觉就这么睡着了，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因为自己不见了闹出多大的乱子。此时的兰草还不知道外面已经因为自己失踪闹得人尽皆知，惊动了府城许多人家，就连府衙也派出一些人协助寻找。他这会儿正在梦里，靠着许久没见的爷爷诉说着自己的现状。爷爷，小草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。爷爷，我这次把您之前给我那医书上的药方献出去了，为的是能够救更多的人。爷爷不会生气吧？爷爷，您这次能不能多留几天？小草想和你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。我这几天天天跟着大叔在戏园子里听戏，真好玩。戏园里的点心也好吃，也不知道我之前给爷爷留的你吃到没有？我在戏园子里还见到了养母王氏，没想到他离开河东村之后居然跑到了这里，只可惜被他带走的小弟病死了，我以前都没好好看过那个娃娃。对了，爷爷，我真的不是蓝安庆和王
氏的孩子，我是被他故意抱来的。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去陶家享福，只是我现在不想去认亲爹娘，他们已经习惯了家里有个小少爷，或许并不想要一个女儿吧。而且我也听李二叔说了，王氏才刚说出换孩子的真相，就被我那亲娘活埋2字给打发了。小草的心里其实有些害怕，我觉得跟着大叔挺好的。大叔虽然不能经常陪着我，但是他已经尽力安排好我的一切，还给我请了先生，我在封家过得挺舒心。兰草靠在老头的胳膊上，断断续续说着这段时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。老头静静地听着小丫头又哭又笑，说着自己的经历，也没有打断他，还时不时地回应一声。他手里正在烤的鱼是小丫头养在空间里的，还有火堆上架的鸡，也是之前大花下的蛋孵出来的。现在已经有不少鸡在山林草地上跑，还有那一盘各色的水果，那碗晶莹饱满散发着阵阵香味的米饭，以及那坛散发着浓郁香味的酒，这些全是小丫头空间里的东西。老头翻动手里的鱼，心里美滋滋地想着，嘿嘿嘿嘿，这孩子果然勤快，别看年纪小，把空间倒是打理得井井有条，酿出来的酒也不错，喷香。虽说这孩子是个女娃，以后也会跟之前那个臭小子一样，会有一番成就的。这样老头就放心了。这么多年，他也就遇到过这么2个有缘的孩子，之前那个现在长大了，没有小时候好玩了，还是眼前这个丫头好，什么话都跟自己说，可爱的紧。哎呦，如果这鼻涕眼泪往我胳膊上蹭，那就更好了。还得等着孩子长大一些才行，现在孩子小，爱哭很正常。爷爷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小草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老头刚刚一直在神游，根本就没听到小丫头最后说了什么。不过他一点都不心虚，而是借着去给烤鸡翻面的机会，把自己的胳膊救了出来，上面果然已经湿了一片，有鼻涕还有眼泪，这让他有些哭笑不得。那好，爷爷坐着别动，小草给您练一遍，一会儿爷爷帮我指点一下。一套鞭子耍完，接着是长剑，再然后是长刀、打拳，最后是迎风拂柳步。他把自己这1年来学过的功夫全都演练了一遍。小丫头不错，这1年还真的学了不少本事。老头拉过满头大汗的兰草，给他擦擦头上的汗。爷爷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兰草扬着脸，任由爷爷帮自己擦汗。我这小丫头当然厉害了。老头当然不吝啬自己的夸奖，况且这丫头本来就很不错。好，咱们先吃饭，一会儿爷爷再带你练一遍。刚刚之所以那么费劲练一遍，原来是想让自己指点。好爷爷快坐，我给您倒酒，这是我酿的，可甜啦！这个烤的鸡腿真好吃，爷爷这个给您。小草也吃，小草养的鱼真是鲜美，味道不错，来尝尝。一时间，祖孙2人坐在草地上，围着一桌美味，说说笑笑吃起来。饭后，兰草又将自己在冯先生那里学的各种书背了一遍，老头也挑了一些问题问，他都回答得很流利。直到2人休息的差不多了，老头才带着兰草把之前刚刚练过的功夫全都练了一遍，还细心的一点一点解释给他听。就这样，兰草又按照爷爷的指点练了一遍又一遍，累了就直接躺在草地上休息，休息好了再接着练。兰草再一次靠在爷爷的背上沉沉睡去。傻孩子，外面才是你的世界，回去吧。老头怜惜地抚摸着小丫头软软的头发，他知道这孩子这是想要逃避了，逃避他即将面对的抉择。可是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这次陷入梦境这么长时间，外面肯定早就闹翻天了。回去吧，丫头，你后面的路还很长，爷爷会一直陪着你的，别怕啊！老头说着一挥手，空间里的房间里一下子多了许多东西，书籍、食盒最多，还有一些衣服、小玩意儿什么的。紧接着，老头便在原地消失不见了。睡梦中的兰草是被爷爷那句“回去吧”给惊醒的。他回到房间之后，第一眼就见到自己的大书桌上多了一堆书，还有几个精致的食盒，还有几件漂亮的衣裳。把目光投向书桌上放着的那张纸上面，上面有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：好好长大，爷爷一直在你身边。捧起那张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纸，眼泪再也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。爷爷，我听你的话，好好长大，有爷爷在，小草不怕。许久之后，兰草才收拾好心情，停止哭泣，然后重新泡了会儿温泉，准备出空间去。封家兰草的院子里此时黑漆漆一片，院子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大白和小白还守在房间外面一动不动。屋里，丰年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闭上眼睛静静等着。他今天再把府城的大街小巷全都找了一遍，闹得整个府城都知道他家大姑娘被人掳走了。直到傍晚时分，他带着人急匆匆回来时，见到一脸焦急的齐大夫和平安，忽然脑海里闪过几个月前小丫头弄的那几车药材来。哎呦！他猛地一拍脑袋，立马想到了一种可能，这丫头或许
真的不是被人掳走了，没准是他那个神秘莫测的爷爷来了，也有可能。如果那丫头真的失踪，大白和小白也不会那么淡定。不过外面寻找的人也不能撤，他这也只是一种猜测，没准自己猜错了呢。他一个人来到蓝草的房间里，就这么静静地坐在里面。蓝草在空间收拾好自己的时候，便直接出了空间，他的手里还抱着一篮子水果。这个一会儿送给大叔和小叔一些，只是外面怎么这么黑？现在什么时间了？就在蓝草疑惑的左右打量时，发现屋里的书桌旁边的椅子上有一个黑影，就那么静静地坐着。蓝草吓得惊叫出声：“那人是谁？我就这么凭空出现，会不会被当成妖怪？”哐当，他怀里的一篮子水果也掉在地上，滚得满屋子都是。丫头，你没事吧？丰年在蓝草出现的一瞬间，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。他赶紧出声关切地问了一句：“大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丫头别怕，大叔不是故意吓到你的。丰年努力压下心里的惊诧，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激动。大叔，蓝草耷拉着脑袋，心里慌得不行。他不知道自己最大的秘密被丰年发现之后，迎接自己的会是什么？是当成妖怪被抓起来烧死吗？还是再次被抓住献给更有权势的人？或者干脆关起来把空间抢过去？一时间他已经被吓得眼泪不自觉往外流，一只手也不由自主放在了腰间的鞭子上。黑暗中，丰年听出了蓝草声音里的惧怕和绝望，他也不再往这边靠近，只是尽量放轻声音安抚小丫头：“你从城外回来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，后来我们才发现你不在这里，想来一定是你爷爷来了吧？是不是刚刚大叔在屋里吓到你了？别怕，一定是你爷爷过来看你了。他上次给你送药材的时候，我就见到了，那些药材也是这样出现的。大叔知道你和你爷爷都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丫头不想说就不说，知道你平安回来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走了，家里的下人全都在外面找你呢，我把他们都叫回来。”看到丰年离开后，蓝草一直提着的心总算稍微放松一些。说心里话，自己离开蓝家遇到丰年之后，他一直都真心为自己打算，是真的把自己当女儿，他真的非常珍惜这段父女情。只是蓝草这边还没有来得及放下高高提起的心，就见自己的房门已经被推开了，丰年一步一步倒退着走了进来，噌的一下就从床边站了起来，腰间的长鞭已经被抽了出来。难道大叔这是反悔了，想要回来把我抓起来吗？丫头，快跑！正在蓝草胡思乱想之际，丰年已经站在原地，声音怪异且紧张的出声示警。他这才凝神看向黑暗的门口，只见丰年的胸前顶着一柄长剑，收起长鞭，蓝草直接从空间拿出一柄长刀。他也意识到了，或许事情不是之前自己猜想的那样，要不然丰年不是死死抓着门框将人拦在屋外。嗖，蓝草用力扔出去一枚石子，将刚刚取出来的长刀抛向丰年。丁，抵在丰年胸前的长剑被蓝草的大力气给打偏到旁边。大叔，接着！丰年一个反手接住了蓝草抛过去的长刀，立马跟外面的人缠斗在一起。快走！眼前这黑衣人的身上散发出巨大的压力，丰年怕自己现在护不住小丫头，便有些焦急的想让她先离开，自己则和眼前的黑衣人缠斗到了一起。同时，丰年在心里暗暗后悔，我之前就不该把家里的下人全都调出去找人，尤其是这丫头的院子，真是一个人都没有，也不知道我们要在这里打斗多久才能够被人发现。我现在是没有把握将对方拿下的。蓝草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，而是从腰间抽出自己的软剑，在旁边紧盯着眼前的黑衣人。他不知道对方来干什么，也不知道那人刚刚有没有发现屋里发生的事。如果他之前已经见到自己突然出现在屋子里，那自己可不能放这个人离开。丰年虽然对上黑衣人还有些不足，但是有蓝草在旁边趁机偷袭补刀，两人慢慢配合默契之后，那黑衣人也没占到多少便宜，双方竟然还战了个不分上下。让人奇怪的是，那黑衣人有几次都可以伤到蓝草，不过却巧妙地避了过去，只不过使出来的招式越来越刁钻，让人有些难以招架，这让丰年的心里更加焦急起来。只怕眼前这人之前在院子里看到的屋里的事情了，想要带走小丫头，所以这才没有下死手吧。丫头，找机会逃出去，离开府城。丰年趁着靠近蓝草的机会小声说，我不走，走了大叔怎么办？蓝草这会儿也看出来了，眼前这个人并没有对自己下杀手，那么他和大叔还是有机会逃出去的。快走，我拖住他！大叔现在护不住你，你还是去找你爷爷。丰年将蓝草往门口的方向推了推，他怕下一刻这丫头真的被黑衣人给带走。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黑衣人从侧面刺来的一剑给打断了。丰年只得回身又去应付那黑衣人。蓝草回身看了一眼再次缠斗在一起的两人，
不再犹豫，直接掏出了一个纸包砸向两人，同时他赶紧将自己的口鼻捂住。紧接着，原本还跳跃翻飞、生龙活虎的两人一下子就开始摇摇晃晃起来，他们手里的长刀和剑都咣当咣当掉在了地上，然后两人又在原地摇晃了几下，扑通扑通两声过后，他们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黑衣人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盯着站在原地的蓝草，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只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反而被回过神的丰年给勒住了脖子。快走！他知道自己也中了迷药，只怕拖不住这人许久，只能趁自己没有昏迷之前将这人解决了，也省得他把丫头的秘密传出去。不过丰年这会儿虽然也有些晕晕沉沉，但是一心想着让小丫头脱困，便咬着牙不让自己倒下，这才死死压制着黑衣人。蓝草这时并没有离开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人，他不知道那黑衣人还有什么后手，不能就这样离开，只是迷晕还不够。放开自己人！蓝草从刚刚那几个简短的字里听出来了，眼前这黑衣人是个女人，她还说是自己人。什么自己人？自己人为什么弄刀弄枪的？自己人，大叔还往死里勒他。他有些犹豫，要不要上前把这人的脖子从丰年的大手里救出来。后来想想，救出来太危险了，自己目前可打不过这人，还是等等再说。反正爷爷留的迷药，那可不是一般迷药能比的，这两人迟早要晕过去。等他们晕了，自己再上前。就在蓝草对着扭打在一起的两人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他们两人也彻底没了动静。在没弄清楚事情之前，可别让他死了，万一真是自己人呢？那布巾刚一拿开，就露出一张年轻女人的脸。虽然他这会儿闭着眼睛，但是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清冷的气息。蓝草下一刻便在黑衣人的胸前摸了起来，这人刚刚示意自己这里有东西，那就先把东西拿出来看看好了。果然没两下，蓝草就摸到了一块手感温润的牌子，居然是和自己那块牌子是一个样式，只不过这一块的略微小一些，且颜色也是白的，正面一个，反面是国师府三个字。国师府？蓝草将手里的牌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还真是国师府。为什么国师府的人一上来就把剑指向大叔？是因为国师府对我有什么企图，还是因为大叔起了别的心思？此时的他感觉自己的脑袋瓜真的不够用了，既然想不通，那就不想了，先找根结实的绳子把人捆起来，省得自己没弄明白他俩有什么后招，自己先中了招。他知道屋里的丰年和黑衣人这会儿是醒不过来的，只要院子里再没有黑衣人的同伙，他就可以放心了。于是蓝草起身悄悄从窗口往外看，仔细查看一番之后，发现院子外面并没有藏有其他人，只是一直守在他房间外面的大白和小白倒在地上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。蓝草没有犹豫，直接出门将两只羊收进空间，将那黑衣人绑了个结结实实。虽然不知道丰年在知道了自己最大的秘密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，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对自己很好，刚刚还一直让自己先走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安顿好丰年之后，蓝草再次回到黑衣女人跟前，再次在她身上搜起来。很快他就发现了这女人胸前还藏着其他东西，居然是一个灰色的小荷包，上面还绣了一个丑丑的扫把。这不是爷爷用的扫把吗？蓝草仔细端详那个灰扑扑的荷包，立马就想到了他身上这套衣服，还有他的空间。自己的空间最初就是在那个带有扫把图样的衣服口袋里，他当时几乎把所有简陋的家当全都放在了里面，也是那个简易的空间陪着自己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或许眼前这个黑衣女人真的和爷爷有什么关系？也许他对我真的没有恶意，难道他真的是国师府那个妖孽男人派来的？哎呦，如果这人真的是那人派来的，那他是不是带来了丰家老爷的消息了？不行，得先把大叔弄醒了再说。想通之后，蓝草没有再犹豫，直接从空间拿出解药，来到丰年的榻前，朝着他脸上喷了两下，就见丰年眉头皱了又皱，睫毛抖了几下，眼睛便睁开了。快跑！可能他起得太猛，跳起来喊了一声之后，整个人又跌回榻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蓝草之前的提心才算是彻底放下。丰年对自己肯定没有坏心思，一心想让自己先逃。大叔，那人被我迷晕了，没事了。迷晕了？对，迷晕了，我也晕了。丰年使劲晃晃脑袋，整个人算是清醒了一些。丫头在屋里待着，我看看外面还有没有人。哎呀，大叔，我刚刚已经看过了，那女人在外面没有同伙，您就放心吧，我有好东西给你看。大叔快喝，醒醒神。屋里亮堂之后，丰年也喝完了杯子里的水，他的头也没那么晕乎了。大叔，他是国师府的人。什么？国师府？那大叔看这个，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你的胆子以后要收一收，这样的杀手你还敢搜他的身？万一他身上还藏着暗器毒药什么的，还不得害了你自己啊？
我知道了，大叔，以后会小心的。丫头啊，你放心吧，咱们家从我到丰收又到丰盛，哪一个没有受过你的大恩呢？这些大叔都记得。先是丰收病弱了好几年的身体莫名好了，然后是我身上的暗疾没了，身体比之前强壮了不止一点，就连最近练的功法兵书都是你送来的，还有那些零零碎碎的，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？还有丰盛，也是你在茫茫人海中第一个注意到他，然后还把他带回家，让我们兄弟团聚。而且丰盛的身体也强健异常，学起武来不知道比我小时候快了多少呢。我知道你和你爷爷都是有大能耐的人，大叔一家受你恩惠良多，自然要尽全力的护你周全。早在去府城之前，你弄来的那几车药材我就见过，我想要害你早就出手了，所以你也不用因为刚才的事情而心里不安。大叔，兰草被丰年一连串的话语给惊得不行，原来大叔什么都知道。丫头，只要记得我不会害你就行了。丰年这么一看也是震惊不已，还真是国师府。都说国师府的人一向很神秘，几乎不与外面的人正面接触，可是我短短时间里已经见到了2块国师府的牌，还真是让人意外啊。他的牌子交还给兰草之后，这才扭头去看躺在地上昏睡的人。诶，居然是个女人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杀手这个行当里还是男人居多，女人也不是没有，不过一个个基本都是身怀绝技，这人得小心一些。明明之前国师府对这丫头还不错，怎么这次上来就要打要杀的呢？丫头，你退开一些。丰年决定再一次对这个女人进行搜身，他不能让这个来意不明的女人接近小丫头，万一身上有暗器或者毒药什么的，自己可真不一定能救出这孩子。丰年再次对黑衣女人进行搜身，而他则坐在床边，将手里的小荷包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。这个荷包也跟自己之前的那个口袋一样，可以装许多东西吗？果然，这荷包的打开方式跟他以前那个口袋一样，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荷包，里面有许多零碎玩意儿和各种盒子，上面居然还有一封信。丰安昌已经安顿在国师府，安心，飞月留在你身边保护你，盼日后京城相聚。林兰草有些懵，这个丰安昌是谁？应该是大叔的父亲吧？那个林又是谁？难不成是我之前在桃花镇见到的那个妖孽男人？那这个绯月呢？一定是今夜这个黑衣女子了。他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叔这个好消息。大叔，只见地上躺着的女人身上的衣服有些凌乱，头发也披散着，脚上的鞋袜都被脱掉，露出一双白嫩嫩的大脚丫子。丰年这会儿正捧着人家一双鞋子仔细查看。大叔，你做什么？兰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大叔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？我检查一下他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或者毒药什么的，万一他存心想要伤害你的话，那我还真不一定能够护得住你呢。丰年有些尴尬的解释，他是真的没有坏心，刚刚检查了那女人的头发，这会儿正在检查她的鞋子呢。哎呀！兰草着急的赶紧抢过丰年手里的鞋子，给地上的女人穿上。他真的是自己人来送信的啊！丰年这会儿傻眼了，他看看女人那被自己弄乱的头发，一时有些无措。这可怎么办？大叔，你忘了，我之前不是拜托国师府的人帮忙找老爷子，他这次是来送信的。兰草说着，就把手里的2张纸递了过去。真的，我看看。丰年颤抖着双手接过2张纸，他激动的眼眶已经开始泛红，早已经没了之前的尴尬。兰草则蹲在地上，开始解捆在那女人身上的绳子，又给对方理了理略显凌乱的衣服。只是面对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头发时，兰草有些为难了。她长这么大，现在也只会扎个小揪揪，绑包包头都有些困难，哪里会打理这女人这么长的头发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爹没事，我爹写信了。小草，快看，这是他用左手写的字，这个我认识。他兴奋地来到兰草面前，一下子将她抱起来，在空中抛了几下。我爹找到了，他没事了，他还活着。兰草从来没有被人抛过玩，一时竟也玩得开心大笑起来。大叔，你会不会给女子挽发？挽发？这我哪会啊？丰年老脸一红，其实他多年前跟着奶娘学过，打算成亲之后给那个人挽发，只是2人终究有缘无分，他的手艺一直没有机会施展。那可糟，我也不会。你刚刚把人家的头发全部解开，还弄得那么乱，这下要怎么办？兰草急得直跺脚，地上躺的可是国师府的人，而丰家老爷子还在人家手里。要不我试试？其实我会一点点，以前还给丰收梳过发呢。好呀好啊，太好
好了，把这女人收拾利索了再让她醒来，免得到时候发现被搜过身再追着大叔打。至于为什么不打自己，他可记得纸条上写着这个女人以后还会留下来照顾自己。丰年梳发的动作虽然笨拙，但是好歹算是挽出了一个能看的发髻。可算是好了，可真是费劲啊，比打一套拳都累呢。我把她弄醒，好好问问。兰草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之前那瓶子，对着黑衣女人喷了几下。大姑娘，奴婢斐月受主上之命给大姑娘送信。他说着就去自己的腰间摸了自己带来的荷包，他把身上都摸遍了，也没找到那个荷包，就连自己的身份玉牌都不见了。他这会儿整个人也有些站不住了，他要是把这些东西丢了，那只有自裁一条路了。斐月，你可是在找这个？兰草坐在椅子上晃了晃手里的小荷包和玉牌。回大姑娘，荷包是要带给您的，能否请大姑娘将玉牌还给奴婢？这东西比奴婢的命还要值钱。给，荷包我留下了。兰草直接将那玉牌递过去，斐月接过玉牌之后，笑嘻嘻地收进怀里，然后又对着丰年客客气气行了一礼。奴婢奉主上之命前来送信，并照顾姑娘，知道姑娘跟丰家大爷亲近，便想试试大爷的身手，之前多有得罪，还请恕罪。他也算是明白了对方之前为什么一上来就舞刀弄枪的。姑娘不必在意，只是您的主上是哪位啊？我家闺女怎么就成了你家的大姑娘？难不成跟我抢闺女的又多了一家？对啊对啊，你的主上是谁？难不成是我之前见过的那个漂亮至极的叔叔？兰草很想知道是不是那个人让斐月来照顾自己的。漂亮之极，是吧？主上说他和大姑娘的渊源极深，让您二位安心受着。斐月那清冷的脸上不禁抽动了一下，心里对兰草这么个小主子佩服的那叫一个五体投地。京城里谁敢这样说主上，只怕不死也得扒2层皮。真的，我刚刚已经看过信了，上面还提到丰家老爷子，你能给详细说说吗？他已经能想到一些关于2个人的渊源，应该是跟爷爷有关系，不过他自己心里清楚，可不想让外人知道，就算是丰年也不行。主上已经找回了丰家老爷子，现在将人安置在国师府的后院里，两位放心，我们主上已经安排了几个下人贴身照顾，只是京城人多眼杂，老爷子又需要养身子，还不能随意外出。我父亲他怎么样？可是受了伤？丰年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急切地问。老爷子确实受了伤，现在也行动不便，需要养一段时日，不过京城民医众多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好转。斐月牢记主上的话，关于丰老爷子的具体情况不要说得太详细。父亲他受苦了。丰年听到曾经驰骋沙场的父亲现在下床都难，鼻头一下子就酸了，眼眶再次变得通红。兰草担心地看了丰年几眼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大姑娘，奴婢有个提议，现在丰家把您失踪的事情闹得太大，整个府城许多人家都知道这事儿了，不如您找个借口把这事儿应付过去。要不我就说出城接你啦。奴婢是什么牌面上的人，还能劳姑娘出城接我？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吧。谁说你是下人啦？就你身上那玉牌往外面一亮，多少达官贵人想掏空家底来抢都抢不到。大姑娘，虽说奴婢在国师府也是有品阶的，但是在大姑娘的面前依旧是下人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。斐月恭恭敬敬地向兰草行了一礼，这事儿他得说清楚，万一让主上知道自己不敬大姑娘可就糟了。你有品阶？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就说是小草爷爷送来照顾他的人，我不在的时候也能够替着小草当当外面的人，这下好了，等到我离开之后，2个孩子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在，的确能够镇住那些牛鬼蛇神。那是自然，主上也是怜惜大姑娘小小年纪就要独自面对那么多险恶，虽说丰家大爷对姑娘照顾有加，但是毕竟自家还有许多事要处理，这事儿我们国师府的人来做正合适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兰草总觉得斐月看向丰年的目光有些不善，脚上的小动作不断，时不时动一下，还有那脑袋时不时晃一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的迷药没有完全解掉，他还有些头晕。3人又商量了一会儿之后，丰年猛地一拍脑袋，哎呦，我先回主院，得通知他们你回来了，别在外面瞎找，我让香梨和刘神马上过来，丫头别害怕啊。奴婢的行李还在外面的树上，这就去取来换身衣裳。斐月冷眼盯着丰年离开，也向兰草找了个借口追了出去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谁的袜子会扔在这里？糟了！兰草一下子从地上弹跳起来，他想起来了，这是斐月的袜子，之前丰年脱了人家的鞋袜搜身，结果自己慌乱之下好像只替他穿上鞋子，把袜子给忘记了。那他刚刚追出去是干什么了？真的去拿行李了吗？该不会是去找大叔算账了吧？
干什么？怎么又用剑指着我？有话好好说。丰年的声音低沉且温和。这个女人可是国师府的人，他们又救了我父亲，不能失礼。少废话，你刚刚送我身了。斐月并没有因为丰年的好脾气而收回长剑，反而把剑尖又往前送了一分。之前你上来就对我喊打喊杀，我当然以为你是坏人了，对你搜身不是很正常吗？丰年也有些憋屈，既然是自己人，当时干嘛打得那么认真？自己当时是真的招架不住，谨慎一些一点没错呀。斐月听了丰年肯定的话，整张脸冷得可怕。把袜子还给我。袜子？对，别装傻，快还给我。丰年见斐月这认真的样子，似乎想明白了什么。难不成是刚刚给这女人穿鞋袜的时候出了岔子？不等丰年说什么，斐月一手拿剑，另一只手将自己的头发解开，胡乱披散在肩上。你这个臭男人，还给我梳个妇人发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斐月这会儿越说越气愤，自己好好一个黄花大闺女，莫名其妙丢了袜子，一醒来居然顶着一个妇人的发髻，这让他还怎么活呀？他怎么能忍下这口恶气呢？说到发髻，丰年这会儿是真的傻眼了。自己当初跟着奶娘学梳发时，是为了以后给自己的妻子梳，因此奶娘只教了他2个妇人发髻。这事弄得让我怎么开口解释啊？在他迟疑的时候，斐月已经红着眼睛挥剑攻了过去，丰年也只能跳开身子躲避。斐月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可是气愤到极点的斐月哪里能轻易放过他？长剑挥过来的速度越来越快。少废话，看老娘教训你这个登徒子，打断你一条腿，让你以后再祸害人。兰草在屋顶上看着斐月追着丰年打，他自知理亏，也不敢露头出声劝诫，只能辛苦大叔独自应付这波怒火了。刚刚从外面返回的丰盛和齐大夫，还有冯先生等人，他们所有人都将斐月那满含怒意的吼声给吓了一跳。刚刚赶到的几人听到斐月说出这样的话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他们都是对丰年极其熟悉的人，居然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。你大哥？不可能，我大哥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丰盛气得直接跳脚反驳。你这孩子急什么呀？我们过去看看，说不定你们丰家又要多一件喜事了呢。齐大夫被丰盛这么反驳也不恼，反而乐呵呵继续往前走。他对于刚刚出声斥责丰年的女子实在好奇，要知道这么多年了，自己还是第一次见丰年处理这种事情。姑奶奶哟，你可小点声吧，别追了，我真没拿你的袜子呀！胡说，你个小人，我杀了你！面对丰年的一再否认，斐月更加气愤，他手上的剑招不禁更加凌厉了几分。丰年原本就有些心虚，再加上对方的身份特殊，他还真不好还手，万一下手重了，自己可就真的失了男儿风范。再加上他不想让已经过来的那群人看笑话，因此便越逃越远。就这样，他们2人一个逃一个追。算了，不看了，眼睁睁看着大叔挨打，怪不得劲儿。小草，你回来了。兰草的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个惊喜的声音打断。紧接着，一个身影蹭蹭蹭跳上了屋顶，还差点撞到自己。小草，你今天跑哪里去了？快要急死我了。我去城外接个人，他带来了老爷子的消息。老爷子的消息？什么消息啊？那也不能一声不吭的出去啊！你看把他们一个个急成什么样子了，香梨都差点哭晕过去。丰盛起先并没有理解兰草嘴里的老爷子是谁，只转身指了指院子外站的一排排人，让他看。兰草扭头一看，只见冯先生、齐大夫、郭大爷、平安、刘婶儿，还真是站了许多人。小叔，那人带来的可是丰家老爷子的消息，老爷子被救出来了，我不得出门迎迎。他低声解释了一句，打算让丰盛挡在前头。真的，我父亲有消息了，他被救了。丰盛猛地回头，一脸惊喜地看向兰草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经历了1天的煎熬和焦灼之后，会得到如此让人喜悦的消息。真的，老爷子还带了信过来。兰草笑着点头，小叔帮我解释解释。他说着，还用眼神示意底下站着的一群人。好说，这事儿交给我好了。你这孩子一天跑哪里去了？可担心死我们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丫头啊，有没有受伤呢？姑娘快说说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刚刚和你打架的女人是谁啊？看你揉胳膊，你这是挨揍了。我听人家似乎在找你要东西，你拿了他什么东西？你等等我啊，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别跑啊！你这人真是的，喂，别跑啊！冯先生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丰年的回应，留给他的只有一个越走越快的背影和倔强的后脑勺。你别跑啊！我真是有正事要说，是关于曹家姑娘的，你真的不听吗？要知道我明天可是要搬走的。冯先生见自己一直追不上丰年，
便想出了一个损招。关于曹家五姑娘，一直是他心里过不去的坎儿，已经许多年没有人提起过她，也不知道她在夫家过得好不好。既然冯兄有她的消息，那就听听好了。走吧，去你那里。冯先生的脸上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，一定要让他开口说说今天那女人的事情。为什么人家会找他要袜子？是不是快要喝喜酒了？两人越走越远，直到完全融入黑夜里。一个黑衣女子从旁边的树上跳下来，脸色阴沉地盯着两人离开的方向。好样的，丰年！便隐没在了黑夜里。你是谁？大河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一步步向自己靠近的人。斐月，来照顾我家大姑娘。回应他的是一个清冷的女生，只是她话里的内容让大河有些疑惑。他家大姑娘是谁？是斐月回来了吗？姑娘，斐月回来了，快进来，正好介绍你们几个认识。丰盛目光热切地看着眼前这个清冷的女人，激动地张了几次嘴，都不知道该怎么问出自己关心的问题。丰二爷有礼了。倒是斐月见到走出房间的丰盛，立马向他行了一礼。好，你真的是从京城来的？是的，丰二爷，我从京城带了一封信，在您大哥那里。斐月知道他想问什么，也没有隐瞒，直接告诉了他。多谢姑娘，丰二爷不用这么客气，不像那个丰年，不说感谢我，还无耻地占了我的便宜。同样是兄弟两个，怎么差距那么大？呀，糟糕！由于昨天太过于激动，竟然忘记了告诉小丫头姚家人今天要过来的事情，也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想法，一会儿一定要问问。丰年花了许多精力去观察姚家的当家人魏康。魏康的长相跟蓝安平兄弟两个确实有几分相似，可能是这些年生活富足，他看起来比蓝安平小很多，也可能是因为一直当家理事，他现在看起来确实气度不凡，跟蓝家另外两兄弟确实不是一路人。看来当年魏家确实从蓝家挑走了他们家看着最有能耐的儿子。虽然他时不时跟旁边的人说笑几句，但是丰年从他脸上看到了焦急和不安。今天上门拜访的人都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家一起过来，他们只得收起自己的小心思，然后一脸假笑的跟周围的人寒暄着。不过也有人隐晦的向丰年打听了关于蓝草的消息，只不过丰年并没有给他们确切的答案。众人都以为蓝草确实丢了，也不好继续在这里打扰，免得惹得丰年心里更加不快，一个个只用了一顿饭就起身告辞。同时冯先生也带着自己收拾好的行李坐上马车离开了丰家。当时那封写着曹家五姑娘近况的信他也一并带走了。既然多年前两人已经退婚，自己就不要多事了，而且看昨天丰兄那样子，只怕他的缘分确实不在曹家，毕竟当年退婚的事情弄得也挺难看。等到丰盛送走来访的客人之后，才发现大哥的院子里居然还有一个人没走。他之前就听万管家提到过，说这人正是姚家当家人魏康，他惊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由于这会儿魏康还坐在厅里，丰盛只能用眼神询问丰年，这不是小草的亲爹吗？这么快就找来了？不知道啊，他自己递帖子过来的，还不知道他的来意呢。我去喊小草过来。丰盛用手指了指蓝草院子的方向。去吧，一起听听这魏康怎么说。兄弟两人的眉来眼去并没有被魏康发觉，他正在犹豫该怎么讲自己所求之事。要知道，如果这事儿传出去，整个姚家宗族只怕要炸开锅，自己这一房的处境只怕会要艰难一些。小草，快跟我走！小叔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咋跑这么快？快，魏康来了，这会儿正在主院正厅和大哥一起说话呢。魏康？谁呀？你这么激动干啥？蓝草有些奇怪，为什么小叔提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么激动，还专门跑过来跟我说？魏康，现在姚家的当家人。丰盛一拍脑门，他们好像确实没告诉过这小丫头关于魏康的身份。姚家？那不是，我也是昨天才确定自己是姚家的孩子，怎么对方今天就找过来了？这也太快了吧！不对啊，他们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要不要过去听听？我去看看。蓝草说着就一溜烟冲出了院门，丰盛紧跟其后也冲了出去。你继续练，大河跟我一起跟上姑娘。一路上蓝草的心情特别复杂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亲生爹娘，也不知道对方这个时候过来是为了什么。不管为了什么，他都想快些见到对方，只是他在进正院之前却有些退缩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个人。于是他在进院之前直接上了屋顶。丰盛见蓝草上了屋顶也没说什么，在正厅里跟魏康寒暄的丰年见到丰盛又回来了，便知道那丫头就在附近。听说丰将军是清溪镇人，说来也巧，我们还是同乡呢，祖上正是清溪镇东河村人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巧了，我对东河村还是挺熟的，只是那个村子似乎并没有姓魏的，难道是我记错了吗？丰年故作疑惑地问。我本是东河村蓝家的小儿子，从小被养在魏家，也改了魏姓，现在又生活在姚家。魏康说话的时候脸上尽是苦涩，没有哪个男人一辈子进过3个家门，这其中的酸楚也只有自己知道。原来是这样，东河村确实是有不少姓蓝的人家，与我相熟的也有1、2家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不知道
老将军可认识兰桂川一家，我就是他家的小儿子。魏康见丰年居然跟东河村的兰家人相识，便有些激动，他一下子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整个人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淡定和从容。他们家呀，那可太知道了，只怕清溪镇几个村子里的人对他们家都很熟悉呢。丰年略带调侃地笑着说：“真的，能否请将军给我讲讲他们家的事情？我从那里离开已经有5年了，期间没有一丝消息传来，这心里还是牵挂的。”魏康的双拳捏了松，松了又捏。啊，魏兄竟然是他家的小儿子！丰年故作惊讶地惊呼出声，他用一种惋惜又庆幸的目光将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。幸亏你没在那兰家长大，幸好呀！我怎么感觉到很不妙呢？要不然封将军说话的语气不该是这样啊！还请将军明言，自从6年前回乡一次之后，家里就再也没有回过信，又因为我身份尴尬，也没有再回去探望过，这心里实在着急。魏康心里也苦得很。自从5、6岁时，他被送去魏家当儿子之后，虽然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但是他心里一直念着兰家人。只不过当时魏家爹爹讨厌自己提起兰家，他便不敢表露出来。后来魏家有了亲生的儿子，自己的处境就有些尴尬了。魏家爹爹直接要送他去姚家做上门女婿，免得以后跟自己的亲生儿子抢家产。当时他偷偷跑回清溪镇，一路问一路找回了兰家。他想着自己回了兰家就不用去做赘婿了，只是让他绝望的是，亲娘又哭又求，说什么也不让自己进家门。他怕魏家过来找兰家的晦气，最后他被亲爹和亲大哥送回了魏家。当时他挨了这一生中最重的毒打。魏家爹爹说，魏家多年来付出那么多，送他读书，教他经商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回到兰家那样低贱的地方，然后再变成像老兰头和兰安庆那种粗鄙的人吗？从那次之后，他便不再闹腾，老老实实做了姚家的赘婿。所幸自家岳父和娘子都是通情达理之人，并没有过分苛责自己，只是姚家宗族有些闹腾。他这会儿只想从丰年这里打听一些关于兰家的消息，特别是家里几个小的，他想听听外人是怎么说的，想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兰家过得怎么样。既然魏兄想知道，那魏兄就一一告诉你吧。还请将军告知。魏康郑重其事地对着丰年弯腰行了一礼。哎呦，可别行这么大的礼，咱们可都是同乡。丰盛啊，快将人扶起来。魏兄，快坐快坐。丰年嘴上虽然这样说着，但是他坐在椅子上根本没有动一下，他觉得自己受得起魏康这一礼。如果这人以后敢算计我家小丫头，可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。魏康坐下之后，紧紧盯着丰年，眼睛里的热切倒是看得他有些不好意思。这兰家早在去年冬天就已经散了，家里2个老的，女的被陈了堂，男的瘫痪病死。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震得魏康有些头晕眼花。什么？陈塘瘫痪病死了？是啊，这么多年清溪镇可没有出过陈塘的事情，当时闹得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了。丰年说着，还装模作样的摇摇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就陈塘了呢？还是我爹瘫痪暂床都没有请大夫吗？这让2位兄长都不管二老了吗？魏康这会儿表现的气氛更多一些。去年深秋，兰家人将大房5岁的女儿送进深山里自生自灭，当时在村子里闹得很大，村里人连夜进山去找人，却只找到一只破烂到不成样的鞋子。再后来是大房的大儿子打算把2房的儿子丢在山边的林子里，不过好在啊是遇到了好心人，那小子连夜被人送了回去。再接着就是兰家老婆子在大冬天推怀孕的2房媳妇下水，2房一家无奈分家出去，搬到了李家村去住。后来听说大房那小子算计镇上的刘先生家的小孙女，将人推进水里又救起来，打算用救命之恩给自己换一个求学的机会。大房那小子被关进县衙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直接被家里的老2口给卖了，然后大房2口子也相继失踪。再后来老兰头生病瘫痪，那老婆子为了摆脱他，直接将人扔在了李家村，还试图当众勒死他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那老婆子被兰家宗族给陈了堂了。老兰头没活多长时间也走了，倒是今年春天有了兰家老大的消息，只不过他已经成了一个人贩子，偷了东河村几个孩子，打算弄出去卖，被抓了个现行，最终也被砍了头。现在的兰家只剩下了2房一家还在李家村住着，大房媳妇抱着小儿子跑了，小子被卖了，其他人都死了。丰年就是故意把兰家的事情说得详详细细。对于兰草小年纪就有那样的遭遇，他的心里是埋怨魏康这个亲生父亲的。那当然要怎么戳心窝子怎么说了。居然出了这么多事儿，那个5岁的孩子怎么就要被丢进山里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病死了吗？此时的魏康耳边一直回荡着丰年之前的话语。我心心念念想回去的家，怎么会变成这样不堪？当初和娘子回去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挺热情的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将军可知道他们为什么把那5岁的娃娃扔进山里？
丰年和屋顶上的兰草全都听到了魏康话语里的颤抖，或许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至亲的人会是那样心狠手辣之人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只是听说那孩子自小住在兰家的柴房，每天都要挨那家人的打，过得很不好。丰年感觉自己的火烧得差不多了，可别一下子将眼前这人给刺激疯了，那样的话说不定小丫头会生气呢。好啊，多谢将军告知，这实在让人太……魏康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在丰年面前控制住表情，内心的不安、失望和恐惧已经占据了全部心神。他这会儿只想早些离开这里，然后飞奔去清溪镇。不知魏兄打听这兰家事项？丰年在心里猜测，这个魏康只怕是单纯过来打听一下兰家的事情，顺便验证一下王氏话语的真实性吧。哈，让将军见笑了，我只是多年没有兰家的消息，过来询问一二。可惜那个家也散了，可怜大方那5岁的孩子，实在让人心疼。谁说不是呢？当时河东村许多人家夜里都上山找人了，一个个心疼的哟。哎呀，不过魏兄还是有亲人在的，你二哥一家不是住在李家庄的吗？丰年在心里悄悄地松了口气。哎，这人不是过来跟我抢闺女的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同时又有几分失望，眼前这人是小丫头的亲爹，可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并没有讲明两人的关系，只是一直打听兰家的消息。一时间，丰年猜不准对方的意思，没弄明白他的想法之前，自己是不会让他带小丫头离开的。那丫头身上的秘密那么多，万一这不是个好的，那丫头岂不是很危险吗？丰将军，我忽然想起家中还有要事处理，就不打扰了。他这会儿在丰家是片刻也待不下去了，他不想在这里失态，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发疯。也许是他起得太猛了，也许是整个人气得太狠了，在起身的那一瞬间居然没有站稳，头直犯晕，差点摔倒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请大夫啊？不用，多谢丰二爷，我只是没站稳。其实他这会儿确实有些头重脚轻，整个人都快虚脱了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。然后他赶紧向丰家两兄弟告辞，整个人显得格外狼狈。只是不知道他是因为兰家没了，还是因为那个被扔进深山的女儿呢？哦，你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，喝杯水，再给你请个大夫？不用了，多谢丰二爷，家中还有急事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同样，丰盛的心里也是既高兴又难过。高兴这人不是来抢走小丫头的，又难过这人都打听好兰家的事情了，为什么不说自己想打听亲生女儿的消息呢？眼看着魏康就要走出丰家大门了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要不要请个大夫？魏康抬眼一看，只见一个娇俏可爱的小丫头站在他面前，眨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自己。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竹筒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见到眼前这小姑娘，魏康的心情更加复杂了。他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儿。如果她还活着，应该跟眼前这个孩子一样可爱吧。多谢关心，我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魏康的声音不自觉轻柔了一些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已经把自己的女儿想象成眼前这个孩子。那喝些温水吧，这个竹筒还是从清溪镇带来的呢，就送你啦。看你脸色那么差，只怕是生病了，要记得喝啊。然后将自己一直抱着的竹筒递了过去，里面加了几滴健体丹稀释液，然后温和地向兰草道谢。谢谢你啊，我会喝水的。这个竹筒我很喜欢。魏康已经看到这个竹筒上刻有简单又精致的花纹，同时魏康从自己腰间解下一块玉佩，放到兰草的手里。这个给你当见面礼，今日有事要回去处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好。兰草紧紧地握住手里的玉佩，乖巧地点头。别看他这会儿面上淡定，只有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可以证明自己刚刚在屋顶上差点哭出声来。旁边的丰盛有些担心地看了一眼兰草。等到他们一行人出了大门之后，翡月才从旁边的树上跳下来。姑娘，你这是不跟他相认吗？他已经来到府城好几天了，早就将丰家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了解个清清楚楚，当然也知道自家姑娘是姚家的孩子。他不是来找女儿的。兰草将手里的玉佩装进随身的布包里，然后直接往丰年所在的正厅过去。再加上对方过来之后只问了一些关于兰家的事情，并没有提起被换掉的孩子，想必他只是单纯想知道兰家的事情吧。等到他见魏康脸色苍白的打算离开时，他便忍不住想过去跟这个从没见过面的父亲说两句话，想让他喝一些水能舒服一些。如果魏康回去之后依然宝贝似的守着他那个儿子过日子，并没有别的打算，这或许就是两人唯一一次见面了。毕竟自己身上的秘密太多，他是真的怕了。大叔，